嗨，大家好，这里是庶民经理，我是余弟，韩国语的余，兄弟姐妹的弟啊。今天很高兴大家来参与我们的对岸头条庶民报啊。今天呢，余弟不用直播了啊，因为最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讨论上海的疫情啊，总是被黄标，所以今天尝试用录播的形式跟大家来说说啊，今天上海疫情其中有几个很有趣的新闻，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呢，大陆官媒啊有几个报道啊，真的让余弟看了之后不知道是哭还是笑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一篇新华社的报道，它的标题是新冠连续2年位列美国第3大死因啊。这个标题我们初一看感觉很恐怖啊，新冠病毒居然是美国第3大死因了啊！请注意这里的关键词，它这个标题的关键词，第一个叫第3大啊，第二个叫死因，是吧？第3大大家总觉得会很大很大，是吧？然后死因就是这个病毒跟死亡是关联在一起的啊。好，我们来看看它的主要的内容啊。新华社洛杉矶4月23日电啊，记者谭晶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2日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1年新冠连续第2年成为继心脏病和癌症之后，美国民众的第3大死因。2021年1月至12月，美国因新冠相关原因死亡的美国人口数超过46万。然后后面的巴拉巴拉反正一堆我们就不管它，这是最关键。OK， 我们看完这个内容之后啊，第一个直观感受是什么啊？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啊都是新冠病毒好恐怖啊。新华社这篇报道啊，它的目的就在于此，它就是让民众还是要对新冠病毒要恐惧，恐惧再恐惧。但是，我们冷静的想一下，这篇报道就非常的有趣，可以说让余弟看的真的是哭笑不得啊。我们首先要想，不是大陆的官媒天天都在说美国新冠死了100万人了吗？是吧？那应该是排美国死亡病因当中第一才对啊，而且这个第一应该是远远高于第2名的死因才对嘛，是吧？这是大家形成的一种惯有的一种思维啦，对吧？怎么现在新华社又说它只是排了第3呢？排它前面的是什么病？我们刚才都已经说了，一个是心脏病，一个是癌症啊。那也就是说，是吧？死于新冠的人还没有死于癌症和心脏病的人多啊，是吧？新华社这篇报道就这个意思吧？那我们用这个逻辑来想，美国的心脏病和癌症，它死亡的人数这2年应该是不止100万人，对吧？新华社你是不是说这个意思？我们再来想啊，美国的心脏病和癌症它的死亡率应该和我们中国差不多吧？我们平时身边也有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认识的人上因为癌症或者心脏病过世，那我们咋没那么恐惧癌症和心脏病呢？因为新冠它是传染病，会传染给我们每个人吗？传染了又如何嘛？死的就是没有癌症和心脏病的人数多啊。请注意哦，新华社它这篇的报道所引用的美国的数据啊，它的排名不是根据死亡率来排名的，它是
用死亡的绝对数来排名的啊，这里没有什么分子分母什么基础人口庞大这么一说，它就是美国的就这么顺序排下来，对吧？它只是一个绝对数字，这个绝对数字就是叫做死亡人数啊。这里没有什么数学游戏可玩，无论它是不是传染病，死亡人数在美国这个新冠它就是排第3，比癌症、心脏病死的人数要少。所以你怕什么新冠吗？新华社用数据告诉大家了，是吧？你应该更害怕心脏病和癌症，你对新冠的恐惧应该是排在癌症和心脏病之后啊。请问你对癌症和心脏病恐惧吗？会因为担心自己的癌症和心脏病不吃肉、不喝水、不呼吸空气吗？所以我们看了新华社的报道，作为理性的人，你对于奥密克戎的恐惧是不是太过了呢？我们说实在的，对吧？好，这是我们说完第一篇报道。再来我们来看看另外2篇也是大陆官媒的报道。一篇呢是人民日报客户端上海频道他大江东工作室专访张文宏的，他的标题叫做张文宏：上海抗疫成效凸显，重症救治面临挑战这是一篇这是人民日报的再来一篇是央视报道的今天我们说的都是大陆最顶级的3家央媒然后央视报道的是什么呢？权威解读，梁万年说奥密克戎它病死率是流感的7到8倍。我们首先要来说张文宏这篇，基本是对重症方面的一个论述对于无论是躺平还是清零没有偏移相对来说我们认为是中立的。梁万年的这一篇央视的报道它就是明显就是给清零摇旗呐喊继续制造奥密克戎的恐惧来恐吓民众。好，2篇文章里面各种说法我们暂且不论各种的评论我们暂且不论至于躺平还是如何清零，也不是余地我这个非专业人士可以决定的，是吧？这2篇报道里，我只看2个数据，这2个数据是我看得懂的数据很简单的2个数据一个呢是张文宏说的，就是上海的现在的这个死亡率它是多少？是0.0178它这个数据怎么来的？也就是上海截止昨天是吧？它的感染人数是48.8万是吧？然后死亡人数是87个所以它得这个相除，这个很简单的嘛，小学生都看得懂对吧？这个除一下，它的数据得出来就是0.0178这个数据应该是很客观、很真实的不用多么高深的专业或者说什么做什么曲线去研究的，小学生都能得出这个结论。这个数据我们说了，就是上海本轮疫情的真实的死亡率但你如果说对这个上海目前的死亡人数有疑问那余地我也没办法。再来另外一个数据，也就是梁万年的这篇里面他说的是吧？我呢，今天我们无所谓他拿香港的死亡率来制造恐惧，我只看他说的这一个数据就是流感的死亡率是多少？是0.1%，请注意是0.1%，注意小数点后面有几个零好，这个是央视和梁万年说的，应该具有权威性。
对吧？好，特别我们想，就算它有弄虚作假或者说什么的成分吧，我们要注意，它这篇文章的目的或者这个报道的目的是什么？它是为了制造这个恐惧的，加大这个奥密克戎的死亡率的恐惧的所以说呢，它只会是降低流感的死亡率，不会拉高，也就是他现在说的这个1%，跟实际的数据只高不会低所以说这个0.1%已经是最低了，不能再低了，再低下去就太离谱了，没人相信了好，就是这个0.1%，就是他尽量的往下压下来的数据这样才能跟香港这个数据形成这个差距才大，是吧？什么7、8倍、6、7倍的。好了，是吧？两个数据，一个是客观真实的，不用我们太多的专业知识去探究的，就是这个上海本轮疫情奥密克戎的死亡率，是吧？很简单，就是这个0.0178，是吧？就是这个0.0178，很简单，是吧？然后呢，一个是央视和梁万年说的，是吧？流感的死亡率是多少？是0.1%这两个数据大家仔细看差了几个零。OK， 无论梁万年拿香港的数据如何恐吓，但我们实际看到的是，上海的奥密克戎的死亡率是远远低于梁万年他们拿出来的这个全球流感的死亡率的。流感的死亡率是上海本轮奥密克戎死亡率的5、6倍说实话，这两个数据都是小于1%，没有什么基础病的成年人，是吧？我们其实是根本不用担心自己感染这个病毒后会死亡的，根本就不用担心的。即使你是平时都是一个很小心谨慎的人，或者说你有基础病，或者说你有洁癖啥的吧，更应该恐惧的是奥密克戎还是流感呢？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性的人，应该自己可以做判断了吧？当然，你如果只是乌合之众，任由自己沉浸在新冠的恐惧之中，那我也没啥可帮你的了，你自己恐惧就好了，真的，好吧？好，如果你不喜欢余地的话欢迎来喷，欢迎指正，好吧？但我相信更多的人又会搬出奥密克戎它的后遗症如何恐惧。如果你还在跟我纠缠后遗症的话麻烦翻看我们庶民经理前几期的直播的节目，余地都已经说得够明白了，我懒得再说了，好吧？但你要恐惧，你要给自己生活制造压力，那随便，好吧？好，今天就聊这么多，拜拜。